我为救女儿坠下山崖，重伤失忆。京城人人都以为我死了，魏成也这么认为。我死后1年，他再娶新夫人，容貌、性情都与我相似。他与魏成举案齐眉，连我的儿女都依赖他。我归家那日，魏成护着泪眼朦胧的新夫人，对我冷眼相待。福音也是我明媒正娶进门的，断没有再给你让位的道理。我松了口气。失忆多年，我早已改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归家那日，魏成告假来接我。他站在我2步之外，语气平淡，与我叙旧。昭言如今很像你，不过他近日在沈学士的夫人那学画，故而不能及时赶来见你。昭行他顿了顿。你走时他年龄尚小，如今已不记得你的模样。昭言是我的长女，昭行是我的次子。我坠崖时，昭言3岁，昭行只1岁。他不记得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提及孩子，我心底一片柔软。失忆的这5年间，魏成续弦，我也在嫁，已没有什么回来的必要。只是我始终放不下一双儿女。魏成的声音轻了下去，你应当也有耳闻。4年前，我再娶。我侧过脸去看他。提及新夫人时，他神色温和，眉眼间有不易察觉的柔情。福音不比你，他晚你进门，出身不好，体弱胆小，若有什么错处，你多担待。字字句句都护着陆福音。我愣了片刻，低声道：我为何要为难他？他们伉俪情深，我也有夫君。若非孩子还在魏府，我不会回来。魏成领着我穿过长廊，我看着眼前光景，微微出神。我与魏成曾是青梅竹马，少年夫妻。他求娶我时，特地命人重新修筑了7恒院，将此处布置得清幽风雅，与我出嫁前的住处别无二致。如今已不见池边垂柳与庭前桃树。魏成解释道：福音有喘疾，碰不得柳絮和花粉。原来7恒院是陆福音在住。我垂眸，微微一笑，自然是以他的身体为重。魏成一愣，他看着我，皱了眉。少瑜，你变了许多。我随口应道：不好吗？他倏然笑了，好。我还担心你容不下福音，如今看来，你已有了容人的雅量。当初定情时，我便要他承诺，此生只我一妻，不得纳妾。那时他满口答应，说尽山盟海誓。未曾想这一生太短，成婚4年，我便意外坠崖，成了所有人眼中的魏成亡妻。他续弦亦或是纳妾，本该与亡妻无关，但偏偏我活着回来了。原来他指的是这种容人。我蹙眉，魏成，并非如此。话还未尽，便被人打断。长廊尽头，陆福音倚门立，他衣袂掩面，轻声咳嗽：是江姐姐回来啦。魏成大步上前，接过侍女手中的披风，为她披上。我犹豫片刻，碍于礼数，还是跟了上去。他毕竟抚养过昭言昭行，如今他提及我，不好不理。他的样貌与我有6分像，柳眉杏眼，眼尾却微微下垂，透露出几分无辜与脆弱。见我过去，他低眉顺目，朝着我扶了扶身。身边的侍女捧着漆盘，漆盘上放着2盏茶，热气氤氲。他捧起茶盏往我这边送：给姐姐敬茶。我没有接，温声道：这些礼数就不用了，你也不必如此，毕竟你是他的正妻。陆福音抬眼看我，下一刻倏然失手打翻茶盏，白瓷碎裂，滚烫的茶汤尽数浇在了他的手背上。他将手收回袖中，结语轻颤，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，哽咽道：姐姐不愿接，是怨我占了这正妻之位吗？站在他身后的魏成大步上前，捉住他的手，原先白皙的手背通红一片。去端盆冷水来。吩咐完下人，他才看我，满眼愠怒。我竟不知你如今变得如此恶毒。他言语中极尽嘲讽。也是，你流落在外多年，不学些手段，恐怕也活不下去吧。句句带刺，毫不留情地戳我的痛处。我攥紧了衣袖，冷冷地看他，那茶不是我倒的。随行的侍女红药去端来了漆盘上的另一盏茶，我接过，扬手重重地砸向了他。
这才是。魏成慎言。他揽着陆福音躲闪过去，100还是被茶汤溅湿。他眼眸森然，嗓音里有压不住的怒气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他转身带着陆福音进了屋子，将我拒之门外。我深呼吸，冷静下来后，更担心一双儿女。陆福音不知会如何教养他们。思及此，我吩咐洪耀去向西席告个假，将二公子带来。我坐在凉亭中等招行。不出1刻钟，招行来了。他束了2个发髻，婴儿肥尚未减去，轮廓中已有了些未成的影子，神色中却无半点高兴。倒要洪耀先提醒他，二公子，这是您的生母。他垂下头，不情不愿地唤了一声母亲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泪溅湿了眼眶。我离去时，他只有1岁，尚在襁褓之中，如今长得这么大了。我颤抖着手触碰他的脸颊，他躲开了。我收回手，并不气恼。这些年，你父亲与陆夫人待你如何？他道，父亲忙着升迁，事务繁忙，鲜少管我。但陆夫人待我极好，记得我的喜好，每日备好吃食，连教我的先生也是他亲自聘请的。提及陆福音，他眼眸清亮。我心底酸涩，但至少陆福音未曾让他受委屈。我勉强地笑了笑。他抬眸看我，可是母亲，您为何要回来呢？我唇边的笑僵住了。他未曾察觉，继续说，陆夫人该如何自处呢？我压下心底的情绪，平静道，她是你父亲的妻子，这点不会改变。他又问，那母亲呢？我道，我也另嫁他人，但我始终记挂着你和昭妍，此番回来，也是想问问你。话未说完，昭行已错愕地看向我，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的话，另嫁他人？我颔首。他怒不可遏，瞪大了眼眸。母亲在外多年，不知如何活下来，名声早已坏了，又能嫁给谁？愿意娶你的人，又怎配担着我继父的名头？魏成说得对，昭行并不认我了，他也让我感到陌生至极。我盯着他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端倪。这番话是谁教你的？他只是死死地抿着唇，并不说话。我心下已有了答案，失望道，如今我回来了，能亲自教养你，也是该给你换个先生了。昭行皱眉，母亲既已另嫁他人，又怎能插手魏府的事？与他说了几句，我便知晓他被教坏了，如今迂腐固执己见。但念及我未曾亲自教养过他，我还是有些心软，解下腰间玉佩给他。日后你若后悔了，便来找我。作为你的生母，我会帮你一次，不过亦有条件。昭行犹豫再三，还是接下。我有些不敢见昭妍了。一个人在亭子里坐了许久，心渐渐沉了下去。直到洪耀对我道，王妃、王爷给沈府那边递了信，大小姐估摸着就快回来了。接近日落时，昭妍回来了。她第一时间便来见我，提着裙摆奔来时，身上还带着墨香。母亲，我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。她埋头在我的衣襟，泪不停地落下来。母亲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害死了你。我的心一紧，忙拿出帕子，捧着她的脸，将她脸颊边的泪拭去。昭妍不哭，害我坠崖的是刺客，不是你。那年魏城战队3皇子，用尽手段，树敌无数。我们去山寺上香时，被刺客刺杀。为了保护昭妍，我换上了魏城的外袍，引开刺客。逃命途中，不幸坠落山崖，重伤失忆，辗转到了青州，与齐王薛景相识。我安慰昭妍一番，他拿出一张宣纸给我看，笔触虽还稚嫩，却能看出画的是我。他刚哭过，嗓音闷闷的。这是赵夫人教我画的，画的是母亲。沈学士的夫人赵明瑶是我当年的好友，4年前魏城续弦。同年，昭妍拜赵明瑶为师，向他学画，也时常住在沈府。我仔细地看着画，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他却低落道，陆夫人说我画得不好，她说我贵为父亲的长女，无需学这些。可是赵夫人与我说，母亲当年书画冠绝京城，我想多像母亲一些。我笑道，对于这个年纪而言，你画的已经足够好。这话并非完全是安慰。昭妍终于笑了，
水汪汪的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我小心询问，我已在驾。昭言，你是否愿意离开魏府，随我去青州？他重重地点了几下头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弯唇道，那便好。我派人替你收拾行李，过几日离开。天色渐暗，红药在前头掌灯，我牵着昭言缓缓向外走。他与我说了很多事，说魏成为了让他和昭行点头，特意寻来了与我相像的女子，说陆福音几乎从不约束他，却也不愿意他学任何东西。昭言仰头看着我，眸光清灵灵的，可是陆夫人自己却一直在学书画，学长家。陆福音并不是那种愚昧古板的人，他什么都懂。我明白他的用意，不自觉捏紧了手。没走几步，又遇见了最不想见的人。魏成站在廊下，眉眼在灯笼的映照下半明半暗。福音不计前嫌，已命人将西院收拾了出来，你今晚便住那吧。西院已经久不住人了。我皱眉，我不会留在魏府。魏成冷笑，语气强硬，你不留在魏府，还能去哪儿？你江少瑜是我的发妻，上魏府族谱。你回来了又走，将两家的颜面往哪搁？昭言适时扯了扯我的衣袂，扬手道，母亲，我们不是要去青州吗？我没有理会魏成，低头笑道，是，去青州。青州。魏成的音量骤然提高，他盯着我良久，像是想明白了什么，唇角微翘，带着嘲讽，你想以此胁迫我？以退为进。福音也是我明媒正娶进门的，断没有再给你让位的道理。他如此笃定，我不能离了他。我几乎要笑出声，笑魏成，也笑自己。与他成婚5年，竟不知他是这样的人。我淡淡道，我的夫君在青州。魏成的神情一滞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嘴唇微张，半晌才开口，你在青州嫁了人？我颔首，牵着昭言从他身侧走过去。如今你我各自婚嫁，不再相干。衣角倏然被拉住，魏成的手暗自用力，险些撕裂衣帛。他再没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几乎是咬牙切齿道，我不信。我如今是天子近臣，官居吏部侍郎，你舍得这荣华富贵？青州与你年纪相仿的官吏皆在7品以下，你当真愿意随他吃苦？说到最后，他语气渐弱，几乎要哽咽。我转过头，不愿再看他。魏成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只在乎他这个人。魏成不肯松手，他眼睛有些红了，脸色却愈发阴沉。那昭言和昭行呢？你也不在乎了？昭言握紧我的手指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昭言自然跟我走，至于昭行，我的眼眸暗了暗。他不愿认我，就随他去吧。我给他留了后路，也算仁至义尽了。魏成还想拦我，我短暂地松开昭言的手，拿出匕首，割断了那截衣袍。暗卫从天而降，将剑横在他身前，让他不能再靠近半步。他被迫止步，犹不甘心。昭言他到底姓魏，我牵上昭言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，往后就不姓魏了。我带着昭言回了江府。薛景近日都宿在宫中，与陛下议事，我也正好多陪陪爹娘。昭言累了一日，早早的便睡下了。我点了盏灯，提笔算账。留在魏府的嫁妆是一笔难算的账，我很晚才歇下。次日清早，我带了几辆马车与数十家丁去了魏府，毫不避人。陆福音急匆匆地赶来时，江家的嬷嬷正拿着嫁妆单子清点从魏府中抬出的物件，她满目讶异，焦急地往我跟前凑。姐姐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夫君并未与姐姐和离，姐姐竟这么急着要与魏府划清界限。我看着她，倏儿一笑。听说魏成当年娶你时，也是有3书6礼8抬大轿。陆福音怔了一瞬，双颊上有一抹红霞。是。我道，你已是他明媒正娶的妻。我朝没有平妻一说，他既已娶你，便与我再无干系。陆福音低下头，眸光闪了闪，他抬手抓住了我的衣摆，竟要跪下去。原来姐姐是介意此事，福音甘愿为妾，为姐姐让位。我着实不明白，他要魏成贬妻为妾，岂不是主动将他的把柄送出去？我有些嫌恶，
重重地拍开他的手。他狼狈地向后倒去，抬起湿漉漉的眼眸望向我身后，鬓发凌乱，也楚楚动人。我知道魏成来了，但他并未扶他，只是走至我身前，站定。魏成的面容憔悴又苍白，眼下一片青黑，像是一夜未睡。我已查过，你回京时坐的并非江家的马车，马车的规格极高，非常人能坐。你在青州时是一介孤女，那马车只可能是……他顿了顿，双眸暗淡。你口中那位夫婿的，但青州有这等地位的人皆已娶妻，莫非你自甘堕落，为人妾室，还是……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为人外室，纳妾也是要文书的，他自然能查到。相识相知10多年，他竟如此揣测我。我心底积压的怒意燃烧起来，顺手拿起嬷嬷搁在一边的算盘，朝他砸去。魏成挨了这一下，吃痛的闷哼一声，他捂着肩膀，额角已是冷汗涔涔。陆福音惊呼一声，抬头瞪着我，目中满是恨意。夫君乃朝廷命官，你岂敢？我指着魏成，手因为恼怒微微颤抖。他出言不逊，意图污我名节，这又该如何算？正对峙时，魏昭行从人群中跑出来，他仰头直直地看着我，朗声问：难道爹说错了吗？除了为妾，你还有什么去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对这个儿子也毫无怜爱。魏昭行，跪下！洪耀上前压着他，强迫他跪下。他动作算不得温柔，魏昭行痛得皱眉。他很犟，仍梗着脖子问：我凭什么跪你？我的声音毫无波澜。第一，我是你的生母，我为母，你为子，你该跪我。第二，我是齐王妃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，你该跪我。我并不愿意借薛景的权势压人，所以回京时我带的人很少，也未曾言明自己的身份。魏成久久地盯着我，似是不敢置信。魏昭行愣住了，他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半个字。唯有陆福音在侍女的搀扶下站起身，镇定地看着我，唇边温婉的笑意不减。齐王妃乃是武阳县主，才貌双全，身份尊贵，与齐王殿下家偶天成，岂是姐姐能冒充的？在场的没有外人，姐姐若现在改口，此事定不会传出去。魏成如梦方醒，再次开口，嗓音沙哑：且不说你如何入得了王府的门，齐王乃天皇贵胄，要什么样的人没有，怎会选一个来历不明且长他3岁的妇人？洪耀没忍住，扑哧笑出了声。事到如今，魏大人还要自欺欺人，我不愿意志自正，也不想徒增麻烦，懒得与他争辩。他不会像你这般眼盲心瞎。嬷嬷已清点好我的嫁妆，指挥着家丁抬出去。我跨过门槛，不顾身后的吵闹。魏昭行大概已明白了什么，跌跌撞撞地追上来，犹豫道：母亲，你当真要走？我回眸瞥了一眼陆福音，你的母亲好端端地站在那。他哽住。我登上马车，再不回头。我不想与外人说道。薛景对我从来无关乎年龄、身份。我初到青州时，便卖了仅剩的一只耳当，买了纸墨，以卖画为生。刺史夫人见了我的画，对我万分赏识，力排众议让我入府，教授府中的千金公子。次年，文人雅集，二公子一幅画名动青州，得齐王召见。也是在同一日，齐王要见我。那时我脸上因坠崖受伤的疤痕还未消去，只得戴着面纱。薛景坐在上首，矫若玉树。他缓缓转动着手上的玉扳指，低声询问：你师从何人？我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只能以无师自通含糊地答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却并未多言，而后起身，亲自拿了一幅残缺的画卷给我看。你能否临摹此画，画一幅完整的？那幅画的笔触极为熟悉，比我如今略显稚嫩。我斟酌道：可以，不过得费些时日了。于是我入了齐王府，成了画师。其实那画我2日便可画完，不过拖得越久，利银拿得越多。薛景倒也不急，他偶尔来看画，顺带与我说几句。你无需着急，他天赋异禀，你临得慢一些也是情理之中。10日久了，我也敢大胆出声。殿下是从何处得到的画？薛景眼眸暗淡，向母后讨要得的。
我哦了一声，京中的事情我一概不知，他也便放心地告诉了我。文定23年，母后寿宴，邀个家命妇，千金入宫，他也在其中，献上此画。我看向画的落款，甲辰孟冬。那年我及笄，薛景年仅12。我喃喃，他是？薛景道，倾慕之人，比起爱慕，更多敬仰。薛景乐意与我诉说。入夜，我执笔作画。他坐在庭院的石凳上，披了一身月光，小口地抿着杯中酒。其实我只见过他几次。我支起耳朵，搁下笔，开始缓缓地磨，生怕错过一句。只是隔着珠帘一见，他眉目不清晰，却已恍若天人。我听得入神。薛景放下酒杯，蹙眉，你已经磨了半个时辰的墨了。只是几件小事，他却也反复地说了半个时辰。但我不敢顶嘴，迅速拿起笔。薛景沉默片刻，许久才轻声道，文定24年，他成亲了，在我到封地的前1年。我瞪大双眼，转身去看他时，他微微后仰，用手背遮住了眼睛。庭院寂静，唯余他的叹气声。唉，他若幸福便罢了。我等着他继续往下说，他却安静下来。片刻后放下手，佯装恼怒地看向我，快画。3月后，我脸上的伤彻底痊愈。将临好的画交给薛景时，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，眸中似有情绪万千。你是青州人？我道，不是。他没有再问，只是笑了笑。哦，刺史家的2公子不日便要进京赶考，3小姐也已到了定亲的时候，你可愿留在王府？王府安定。薛景又出手阔绰。我垂手答道，自然是愿意的。半月后，薛景找回了我当初变卖的耳当交给我。他来见我的时候越来越多，但许多时候都只是一言不发，静静地看着我作画。我偶尔抬头与他对视，他反倒慌乱地错开眼神。我有些想笑，不知为何有了逗弄他的胆子，在纸上画了几笔，勾勒出他的模样。殿下看看。他走近看画，认的是自己，耳根一霎间就红了。又朝夕相处半年，薛景加官，京中的赏赐如流水般送进了青州。赏赐之外，还有一封催他成亲的密信。他收下信，几日后便面红耳赤地来与我诉了衷情。我思虑太多，考虑了整整1个月才答应他。后来青州刺史收我为义女，太后降下懿旨封我为县主。我风风光光地与薛景成了亲。薛景为我请了许多名医，但我直至婚后3年才恢复记忆。他得知我恢复记忆后，推掉了大半事务来陪我。我头痛欲裂，不愿说话。他红了眼眶，将姿态放到极低。少瑜，你会不会怨我？魏成护不住你，害你坠崖，我怎会放任你回到他身边？魏成已续弦，他甚至不愿为你守身。他的手在轻轻颤抖。我等了你很多年，我比他好。我抹撒了一下摘下的耳当。恢复记忆之后，我立刻就想到了这只耳当。我出嫁前得了皇后赏赐，御赐的珠宝华贵耀眼，我只有成亲与赴宴时会戴，唯有其中一对珍珠耳当最衬我，我几乎从不离身。那是薛景暗自给我的添妆。他早凭那只耳当认出了我，只是一直不说。他垂眸，赠你耳当时，我尚年少，没有什么旖旎心思，只盼明月一直皎洁。明月照我之后，我便不肯放手了。我默了默，握住他的手，声音沙哑，我没有怨你，只是头有些疼。不过京城我还是会回的，不为魏成，为我的爹娘与儿女。薛景的眼眸终于亮了起来。好，半月后恰巧是万寿节，我带你回京。万寿节在3日后。赴完这次宴，我便要带着昭颜回青州。在此之前，我派人去查了陆福音，她是太常寺卿的妖女，从小就在江南养病，直至及笄后才被接回京中，后来又对魏成芳心暗许。她原先偏爱艳色，又善抚琴，为了魏成，才处处模仿我，改穿素衣，开始学书画。人人都道她对魏成一片痴心，为了嫁给魏成，甚至放低姿态，讨好他的儿女。出身清贵又花容月貌的少女，为他做到如此地步，
他自然受用。可是魏成，他哪里值得？思及此，我低眉，吩咐手下将我的密信送去魏府，务必亲自交给魏成。我手上有不少魏成的把柄，只一天，魏成便将昭妍从族谱除名。魏成送了回信过来，我未曾拆开，直接将它悬在蜡烛上烧了。信纸燃尽时，下人禀报，姑爷回来了。薛景不喜欢江府的人称他为王爷，而是更喜欢众人唤他姑爷。他在我身侧坐下，指尖轻轻挑起我垂落的发丝，挽至耳后。我不在时，魏成为难你了。我颔首，他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也用算盘砸了他。我抬手比划了一下，继续道：6斤重的紫檀算盘。薛景失笑，他不敬王妃，你大可知他的罪。我道：他到底是陛下的近臣，正得器重，我不愿让你难做。天界没有那么多兄弟情深。薛景虽是陛下胞弟，但自小受宠，又得了广袤富庶的封地，在惩治魏成，难免让人多心。薛景明亮的眼一弯，你向来考虑周全。不过魏成自是有从龙之功，办事有些不合规矩，皇兄早已有意敲打他，无需多虑。他轻身来吻我，手搁在我的腰间，我轻轻推了他一把。昭妍在隔壁呢。1日后的宫宴，陛下宴请重臣及家眷，昭妍如今随我姓姜，与我一道。我亲自为他挑了衣裳，梳好发髻，簪上精巧华丽的蜻蜓小叉。他怔怔地对着铜镜中的自己，眼睛又红了一圈。5年前我们失散那日，他的发髻也是我亲手梳的。我俯身为他贴上花钿，柔声道：好了，娘再不会离开你了，莫哭。他弯了弯唇，我和昭妍与薛景同乘，马车在宫门口停下，薛景先下了车，而后对我伸出手，我一手微微提起裙摆，一手搭着他下了马车。我站稳了，再去将昭妍抱下来。抬眼时，正见魏成直勾勾地望过来，眉峰压紧，瞳孔微颤，目光中似有震惊与不甘。薛景扶着我，冷冷地看过去，沉声警告：魏大人。魏成这才躬身长揖，垂手道：拜见殿下，王妃。是臣失礼了。手背的青筋隐隐凸显。陆福音站在他身后，随他行礼。他始终低着头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薛景没应声，魏成只能维持着行礼的姿态，一动不动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淡淡地说了句：免礼。魏成抬头，又朝我身后看去，他在等昭妍向他问安。昭妍只是偏过头，并不看他。他从前对昭妍诸多忽视，昭妍很多时候都住在沈府。如今他的名字已从魏家族谱上除去，他自然不想再认他。魏成皱眉，正想开口，薛景已弯下腰，轻声与昭妍嘱咐：等会儿皇后娘娘与太后娘娘都要见你，切莫紧张，他们都是很好相与的人。昭妍对他扬起一个笑：好。我牵着昭妍，薛景牵着我，沿着长长的宫道走去，与身后的人距离愈来愈远。薛景道：倒也真是不巧，今日宫门偶遇，只是受了他的简礼，若逢大典，他该跪你。他想让我出气。我抿唇一笑，握紧他的手。宫宴分席，薛景在外朝大殿，我与昭妍在内廷。照品阶，我也恰好坐在太后近侧。太后与我说了许多体己话，阿景少时便对你十分仰慕，他能娶到你，也算是老天眷顾了。说到最后，又将话头引到了子嗣上。阿景今年已20有3了，膝下还没有子嗣，让我始终放心不下。他含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面红耳赤，含含糊糊地低声道：已在调理身子了。太后又将目光落在昭妍身上：这是你的女儿，乖巧可爱，倒是像极了你。她召昭妍过去，说了一会儿话。昭妍乖巧的视力在侧，时不时为她斟酒。太后颇为满意，既是齐王妃的女儿，便封为县主吧。我拉着昭妍，欢喜地跪下谢恩。宫宴结束后，薛景在外等我，月色如流水般淌在他身上，沉静温和。我内心有些雀跃，又碍于礼数，小步朝他跑去。
昭妍被太后封为县主了，她上前迎我，将我的手拢入掌心，又低眉看着昭妍，还不够，她要做郡主，往后我的封地也有她一份。我有些诧异的抬眼，她只是笑。母后爱屋及乌，我自然也是。宫宴过后，我将启程回青州，带回来的嫁妆诸多，我雇了几艘船运走。毕竟这些往后都是要留给昭妍的。魏昭行得知昭妍受封县主，在府上发了一通脾气。魏成没有爵位可以传给他，如今他见到亲姐姐还得行大礼，他心中自然不平。临行时，他特地赶来见我。侍卫只知他也是我的子嗣，并不知魏府中发生了什么，还是放他进来了。魏成自然也来了，不过被拦在外头。魏昭行这次跪得很快，他红了眼眶，声声哽咽：“母亲，我知错了。”洪耀提醒道：“魏公子该称王妃。”我不想问他错在哪里，他聪慧过人，自然已经打好了腹稿。我直接道：“当初我赠你一块玉佩，你如今要用它吗？”魏昭行一愣，显然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想要的爵位我给不了，但姜氏可以给他助力，凭他的能力与家世，未来做个县侯不在话下。我并不着急，随手翻开书卷看起来。他垂着头思忖半晌，低声道：“不用了，王妃。”我颔首：“那你退下吧。”他仓皇的行礼告退，神色中有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狼狈与难堪。薛景一回青州，便又上书京城，为昭妍请封郡主。昭妍只是他的继女，此事艰难，他却在上书中言明，昭妍的岁禄皆从青州出。陛下很快批准，封昭妍为郡主。在听到魏家的消息时，魏成已下了狱，而我在王府养胎。我毫不意外，其中大抵也有陆福音的手笔。他看似对魏成一往情深，实则处处坑害他，教坏他的子嗣，意图让他背上贬妻为妾的骂名，又暗示他我冒充王妃。他心思缜密，却如此行事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傍晚，薛景回府，我向他询问此事，他道他的事有些复杂，一时道难讲清。魏成作为吏部侍郎，提拔了部分魏家旁支，他提拔的那位办事不力，于是他因滥举被治了罪。此事可大可小，陛下顾念旧情，只想敲打他一番，停职反省几日便过去了。但查办此案的官员又搜出了他卖官鬻爵的证据，人是魏成依规提拔的，钱是陆福音收的。魏成气得七窍生烟，与陆福音对峙，他却落下泪来，坚持说此事魏成也知情。至此，魏成在狱中受了杖刑，又被免官，成了平民。他受了20杖，往后的日子也只能仰仗陆福音了。因为收的钱财不多，陛下宽仁，未禁止魏昭行科考，但他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了。3日后，我收到了一枚玉佩，正是我当初赠与魏昭行的。他大抵也不知该怎么办了，一个要求也没提。我不能随意回京，只能先寄信回江府，拜托爹娘照拂魏昭行，无需多费心，只要让他吃饱穿暖，不至于无家可归。更多的是得等我回京再做了。10月怀胎，我生下一女，取名长光。长光出生不久后，便被封为郡主。太后记挂着长光，时时写信来，催薛景带我们回京。不过长光尚在襁褓中，经不起舟车劳顿，此事一直拖到他满1岁。回京后，我先带长光去拜见了太后，才去看魏昭行。魏昭行被送进了私塾，他出类拔萃，但因父亲的缘故，时常受到排挤，无人愿与他为伍。他瘦了许多，脸上的婴儿肥已完全褪去，神色恹恹的。见到我，他才勉强笑了一下，行了大礼。见过王妃。我道，我为你聘请了一位先生，你往后可以跟着他学习，不必再待在私塾了。我也给你留了足够的钱财，够你衣食无忧至弱冠之年了。不过钱财都在先生手中，你不得提前支取。他眼眸一亮，而后又微微低下了头。王妃当年说的要求是什么？我起初只想让他离开魏家，在魏家的族谱上除名，但如今已没什么必要。我思忖道，不要轻易原谅魏成，他作为魏昭行生父，
在我不在时，最该负养育之责，他却不管不顾。魏昭行成了如今的模样，是他的罪过。魏昭行长揖，是。他一直不抬眼，我看不透他，也不知他是否会信守承诺。无所谓了。读书人重笑道，他不敬生母，已然没了好名声，又被魏成牵连，如今这个境地，更是举步维艰。日后我们大概很难再见了。回江府看望爹娘时，我又遇上了魏成。听闻他近日一直守在江府附近，还被侍卫驱赶了几次。他受刑后一直没得到好好医治，如今成了跛足之人。我回府时，他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，鬓发凌乱，双目通红，几乎要扑倒在我的脚边。侍卫的剑刃已抵上他的脖颈。他倏然对我喊道：“我是被冤枉的，陆福音不是陆福音。”我脚步一顿。魏成看了看我身边的侍卫，示意我屏退旁人。我道：“无妨，你已经落魄至此了，旁人还能怎么害你？”魏成咬牙：“此事能让我罪加一等。”我起了兴趣，命人将他绑进屋里，确保他再动弹不得，才平退众人。听他说，陆福音是李尚书之女，当年李尚书战队二皇子，我为助陛下夺嫡，诬陷了他，致使他举家流放。陆福音在流放途中被人救下，不知怎么竟成了太常寺卿之女。我未曾卖官鬻爵，是他为了复仇构陷我。我听完，只是淡淡道：“我不可能帮你，也帮不了你。你想将卖官鬻爵的罪名换成勾结罪臣之女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们夫妻一体。”他闭了闭眼，面色灰白。我自知不能再平反。那他离间你与昭行，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一拍书案，目光冷冽：“你才是魏昭行的生父，这一切都在你的默许之下。来人，送他出去。”魏成被侍卫粗暴地带了出去。来接他的是陆福音，他们大抵还要互相折磨很久。不过从此都与我不复相见了。我每年在京城的日子并不多，人人都知道我已与魏成决裂，他与魏昭行的消息再传不到我耳边。我安心地抚养昭妍，弥补与他缺失的5年。长光小昭妍9岁，昭妍对他也多加疼爱。长光刚会走路，就扶着墙跟在昭妍身后，磕磕绊绊地叫他姐姐。日子过得美满。几年后，陛下削了几位亲王的封地，唯独没动薛景。薛景以情止，让长光与昭妍继承他的封地。他们既享岁禄，又有部分实权。不过这一切的殊荣，只到他们这一代了。陛下欣然恩准。昭妍见过我与魏成的前车之鉴，不肯婚嫁。我由他去了。他贵为郡主，没什么需要发愁的事，不必再找个男人来自寻烦恼。长光倒是有个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我也没有过多干涉。长光一直被昭妍与薛景娇惯着，虽识大体，却也受不得委屈，又是宗室女，无人敢欺负她。他中意的那人，薛景也见过几次。薛景虽不愿说什么好话，却也道他品性不错。我这才放了心。魏昭行24岁那年中了2甲进士，几个月后被任命为知县。他赴任途中经过青州，恰逢冬至，便依礼至王府门外头帖贺节。昭妍见他只身一人，对这个弟弟心生怜悯，召见了他。他对着昭妍痛哭了一场。昭妍后来与我说，他对魏成有怨，不愿再给他好脸色看。有人便挑了他的错处，说他不孝。是以他同年的进士，有的进了翰林院，有的做了京官，唯独他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做知县。我听完，只是道这个结果已够好了，至少还是个7品官员。昭妍笑了笑，不再提他。日暮点灯，厨房早已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馄饨。长光去关上门，坐在昭妍身边，絮絮与他讲近日的事。谢云舒昨日送了我红豆手串，他这又是何意？昭妍拖着下巴，我也不明白，难道说……长光迟钝，昭妍又嫌少与男子接触，他们怕是想一天都想不明白。薛景黑着脸，他那是相思了。长光一霎间就红了脸，埋下头。我忍俊不禁，今日夜长，可以慢聊彻夜，只盼明日。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
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